他是中国拳坛最恐怖的重炮手，不管是美国拳击冠军还是世界排名第一，通通都逃脱不了被他重拳打昏的命运。同时也被称为美国人的克星。他叫修鹏程，来自山东，曾获得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。修鹏程以排山倒海之势斩杀了数位国外知名猛将。在练习散打期间，修鹏程还接触过拳击，这就让修鹏程的拳法变得更加亮丽、更加凶猛。被誉为美国人克星的修鹏程，遇到了一对美国叔侄所发起的挑战。修鹏程首先面对的是年龄偏小的侄子，他叫史蒂文·班克，是美国大名鼎鼎的拳击冠军。在此之前，史蒂文已经击败了2位中国搏击名将，于是便在媒体面前大肆叫嚣中国根本没有一个能打的。身为美国人克星的修鹏程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暴揍美国人的机会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修鹏程是如何光速 KO 史蒂文的。从体格上来看，修鹏程确实不占优势，而且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大部分拳迷粉丝还猜测修鹏程赢不了比赛。反观修鹏程正在用灵活的步伐来回虚晃史蒂文。一系列的先下手为强才行，因为对方的这个战役显赫，体重要比修鹏程重20公斤以上。这个修鹏程的这个身材看起来很不错，是的，大重量级的肌肉线条这么好。修鹏程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，善于使用连续的重拳。史蒂文的拳头很重，但身体很笨重，游走起来也比较浪费体能。于是修鹏程抓住了史蒂文的防守漏洞，直接就把史蒂文挤在了角落处。但是经常把对手勾倒。对。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腿法没有体现出来。确实，修鹏程连续的重拳彻底打飞了史蒂文。不过史蒂文的抗击打能力还算可以，顶住了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然而修鹏程的重拳并没有侵扰史蒂文，最终史蒂文倒了下去，并跪在了修鹏程的面前。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美国人的克星和日本人的克星。修鹏程中击被抢夺，抢夺呢至少会扣掉2分。修鹏程要接了，要乘胜追击，在这个不会能击倒了。重新站起来的史蒂文又被修鹏程暴揍了一顿，连续的重拳直接把史蒂文打睡着了。要不是裁判阻止的及时，恐怕史蒂文真的要进入深度睡眠了。史蒂文可是美国全国的拳击冠军，还曾 KO 过2位中国搏击名将，最后却被小将修鹏程打了个人仰马翻。浮现了一系列修鹏程和昆仑决的重量级的一系列明星的对决，东欧巨炮安德雷还有坏小子罗曼等等一系列对决。相信修鹏程面对于内线的高手，修鹏程所打出的每一拳都很沉重，拳拳都打在了史蒂文的脑壳上。幸亏史蒂文的抗击打能力强一点，不然修鹏程的重拳定会把史蒂文打成脑残。修鹏程因此一战成名，侄子输了比赛，叔叔自然要帮助输掉比赛的侄子找回场子。虽然修鹏程在史蒂文面前显得很矮小，但在维吉尔面前却显得很高大。从比赛一开始，修鹏程就一直猛压维吉尔内围做动作。别看维吉尔已经45岁了，但维吉尔年轻的时候获得过很可观的成绩和个人荣誉。反观修鹏程可管不了那么多，拿着重拳重腿就往美国人脑袋上砸。这场比赛要看维吉尔，因为有人评价到，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凶猛，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有着这么强的抗击打力。像第一局双方打得非常的这个激烈，很少见到大级别第一回合这么激烈的。曾经在史泰龙的《洛奇》电影当中，他曾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拳击赛，不在乎你要走多远，而是你头上来了多少拳，你还能够冒着暴风骤雨而前行，这就是形容的维吉尔。连续的重拳并没有把维吉尔打服，而是激发了维吉尔内心的潜能。面对猛打猛冲的修鹏程，维吉尔依然能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修鹏程发起反击。怪不得这家伙45岁了还在擂台上比赛，原来维吉尔拥有超过30年的比赛经验，不管年龄是多少，仅仅这个比赛经验就可以吓退众多选手。当一个中小级别选手，现在的大级别选手其实也非常灵活，像刚才的这个修鹏程直接高边就上头。是的，我们看到这场比赛，维吉尔面对于修鹏程，能否？修鹏程这场比赛是非常急切的想要拿到2场连胜的这么一个数，但这场比赛大家看到维吉尔来者不善。不知道他们叔侄2人受到了什么刺激，竟然敢主动挑战中国的重炮手。千万别让修鹏程找到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，不然维吉尔的老胳膊老腿还真不一定能顶住。面对修鹏程的猛打猛冲，维吉尔的反抗能力真的太凶猛，小将修鹏程不得不暂时退守一波。咒语般的进攻顶住的压力再次反扑。双方拼得太凶了，像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要有人被 KO 掉。是的，第一回合双方就这样对攻，在大级别上特别有风险。
看谁的虎齿扣落。维吉尔的这个，应该是休鹏程的双方对拼实在是太火爆了，双方在中近距离啊几乎没有1秒钟的停歇。比赛继续进行。在休鹏程面前，维吉尔显得十分灵活。面对晃来晃去的维吉尔，休鹏程也在快速转动脑子寻找进攻机会。既然休鹏程是远近闻名的重炮手，那就会用拳头来给维吉尔免费上一课。休鹏程仅用了1次重击，就把维吉尔打得没有脾气。打了，看看，这是个迎击拳。维吉尔站了起来，能否继续？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，如果被裁判处罚，要扣掉2点。是的，看到维吉尔的反扑，休鹏程能否顶住维吉尔的反扑呢？但实际上更危险的是维吉尔，如果是休鹏程抓紧时间，可以再度击倒他。是的，双方还是在一个中近距离，这个好危险的这个，对，连续的重拳以及重腿。第1回合结束了，被击倒1次的维吉尔竟然能坚持到回合结束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不过休鹏程并没有强行给维吉尔施加压力，毕竟维吉尔的实力还是很可观的，虽然已经45岁了，但在擂台上显得非常活泼。维吉尔会不会受到上一局比赛这种影响，继续这么顽强进攻呢？是的，因为维吉尔大家看到，他和休鹏程非常相似在哪儿，都在这儿寻找机会要那个 KO 拳，又是一拳跟刚才一模一样的人好踢。现在维吉尔想要找机会进行反扑。看到休鹏程啊，他的场外的指导在说，真的假的混合起来的。再次挨到重击的维吉尔依然很顽强，打过一波换拳的维吉尔貌似很兴奋，示意休鹏程再来一波换拳。顽强的意志力确实打动了休鹏程，不过比赛就是比赛，没有仁慈这么一说。对，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最出色的大级别选手。是的，对，这场比赛看到双方又是反面拳，差一点。休鹏程的态势估计更为奏效。这是因为是自由搏击的比赛，这时候可以用拳，可以用腿，也可以用膝，但是不能用手。是的，而且在昆仑决的比赛当中呢，膝法是可以连击的。如果说是你处于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势头，对，可以连续膝法，而且可以上头。是的，昆仑决的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维吉尔的体能消耗的越来越多，反观休鹏程的状态保持的还是很好。面对维吉尔所实施的进攻，休鹏程丝毫不差的都还给了维吉尔。实战，真是已经让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了。休鹏程刚才假动作想要起前腿的高边腿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手拳隐藏在后面呢？扫踢，转身。最终维吉尔挨到了重击，重倒在了擂台上，他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，甚至连爬都爬不起来。裁判终止了比赛，看能不能裁判终止了比赛，这是对运动员的保护，非常漂亮的一个重击。而且这场比赛休鹏程已经不需要证明再多了，因为他毕竟维吉尔年龄很大了，这种重击对于维吉尔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现场的医护人员急忙上台对维吉尔展开抢救，击倒，然后以此 KO 来结束了这个第一场的比赛。在昆仑决的赛场，这是休鹏程第2次征战，也是第2次在第2局 KO。休鹏程的重拳真的太狠了，一波乱拳 KO 了史蒂文班克，又是一记重拳 KO 了美国老将维吉尔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休鹏程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